红山的一套5房式祖屋，近期以172万8千新币的价格成交，直接刷新了新加坡祖屋转售市场的历史记录。而标志性的达士岭祖屋也再次创下163万的成交高价。有人说这是市场泡沫，有人说这是地段价值，还有人说这不过是新加坡财富分化的又一个缩影。你好，欢迎来到本期频道，我是你身边的政策信息速递员。当我们看着建屋局的祖屋转售价格指数在最新季度继续攀升，一个严肃的现实摆在了每一个新加坡家庭面前，特别是30到35岁正在筹备买房的年轻一代。当公共住房的门槛突破150万甚至170万新币，它还是我们社会契约中承诺的刚需房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套天价祖屋的背后，看看在政策与市场的博弈中，祖屋究竟是安居的屋檐，还是阶层分化的新容器？新加坡的祖屋制度一直被全球视为公共住房的典范，它的核心理念是居者有其屋，旨在为国民提供可负担的居住保障。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祖屋的角色正在发生微妙的偏移。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虽然百万祖屋在整体转售市场中的占比仍然是少数，但其成交量却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这种现象的背后，是祖屋逐渐从单纯的居住保障演变为了具有强烈投资属性的资产类别。对于30到35岁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准备结婚生子或者改善住房的年轻一代来说，这种转变带来了实质性的压力。当我们把过去10年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增长曲线与祖屋转售价格指数，也就是 RPI 的增长曲线放在一起对比时，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值正在不断扩大。这意味着，尽管我们的薪资在增长，但依靠公积金 CPF 中的普通户头，也就是 OA 存款，去负担一套心仪地段的祖屋，正变得越来越吃力。百万祖屋的出现，不仅仅是几个耀眼的成交数字，它更像是一个风向标，重塑了整个二手房市场的价格基准线，也让中产阶级的购房焦虑在无形中蔓延。那么，究竟是什么机制，让原本用来抹平阶层差异的公共住房，变成了拉开财富差距的工具？这就不得不提到二手市场中的核心推手。要理解百万祖屋的背后，我们必须直面一个词：彩票效应。达士岭祖屋就是这个效应最典型的缩影。作为新加坡最具标志性的祖屋项目，达士岭不仅拥有媲美私人公寓的设计，更占据了极其稀缺的市中心地段。当年幸运抽中该项目 BTO 预购祖屋的买家，在满足了5年的最低居住年限，也就是 MOP 之后，将其投入转售市场，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数十万甚至近100万新币的资本利得。这种抽中即赚到的财富跃升，在市场上引发了强烈的示范效应。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一项由政府高度补贴的公共资源能够通过二级市场转化为巨额的个人私有财富时，它必然会引发关于财富分配公平性的深刻探讨。对于同样在30多岁努力工作、按时缴纳 CPF 的普通人来说，仅仅因为 BTO 抽签运气的不同，几年后的资产净值就拉开了巨大的差距。看着同龄人通过一次抽签顺利套现，升级到私人公寓，而自己却要在不断上涨的转售市场中挣扎，这无疑加剧了社会的阶层固化感。此外，除了地段本身的稀缺性，政策的介入也在无形中重塑着祖屋的价值。例如，在红山和丹戎、巴葛一带，许多老旧祖屋在经历了政府提升计划，也就是 HIP 的翻新后，居住环境大幅改善，其转售溢价也随之水涨船高。这也是促成红山祖屋创下172万8千新币纪录的重要推手。祖屋这个曾经用来抹平阶层差异的公共设施，在自由市场的供需博弈下，正面临着成为财富分化新容器的风险。面对这种逐渐失衡的局面，政策制定者必须出手干预。面对祖屋日益凸显的金融投资属性，新加坡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了社会契约失效的风险，并开始挥出重拳。其中最具颠覆性的政策干预，就是推出了黄金地段公共住房模式，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PLH， 以及随后扩展的 Plus 优选地段组屋框架。我们先分析一下 PLH 模式的核心机制，你会发现政府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强行剥离组屋的投机价值。首先，最低居住年限 MOP 从传统的5年直接翻倍到了10年，这极大地锁死了房产的流动性，让短线炒作彻底失去了时间土壤。其次，引入了津贴回收机制 Subsidy Clawback， 买家在首次转售时必须将房屋转售价的一定比例退还给建屋局，直接削减了利润空间。最致命的一击在于，政策对未来的二手买家也设定了严格的收入上限，比如目前规定的14000新币家庭月收入顶线。这意味着，即使你的房子地段再好，你也无法以天价卖给高净值人群，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接盘的资格。通过限制接盘资金的规模，政府人为地为黄金地段组屋盖上了一个价格天花板。这些降温措施的逻辑非常严密，本质上是通过牺牲部分自由市场的流动性，来捍卫公共住房的公平底线。不过，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政策效果的显现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目前在市场上屡创新高的100万组屋，绝大多数是不受 PLH 限制的既有项目。正因为买家知道未来核心地段的新组屋将受到严苛限制，这些不受限的旧项目反而产生了绝版溢价。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新加坡的组屋市场将处于新旧规则并行的双轨制时期。这种政策过渡期的阵痛与市场博弈，仍将持续考验着购房者的耐心与判断力。那么，在这样的重拳之下，作为个体的我们该如何抉择？总而言之，172万的成交记录，或许是组屋作为投资资产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场狂欢，但它绝不应该成为普通新加坡人生活的重担。随着 PLH 和 Plus 模式的全面落地，政府正在用实际行动纠偏，努力将组屋拉回遮风避雨的居住本质。对于30到35岁正在规划未来的你来说，在做家庭资产配置时，请务必保持冷静，不要被极端个案放大的焦虑所裹挟，审视自己真实的居住需求，合理评估家庭的 CPF 承受能力，才是最稳妥的策略。面对当下的高房价与新政交替，你目前是倾向于耐心等待 BTO 抽签，还是准备在转售市场寻找机会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与顾虑。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理清思路有帮助，请记得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会持续为你带来最靠谱、最专业的信息。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